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关心的是波音哦，波音为什么呢？真的是起火了，火烧自家哦。为什么？因为它1周3次的出包。好，我们先看到它第一次是在最近的12号，9月12号，美国联合航空的波音737客机有疑似货舱起火，所以紧急的迫降关西机场。好，机上的142人还好是平安撤离了，有2个人受到了轻伤。好，不幸中的大幸。但是我们看到在前几天呢，9月8号，波音787高空故障，英航的机长喊Mayday 求救及掉头，结果在同一天呢，波音737客机降落时主起落架折断哦，加勒比海岛屿圣马丁机场是整个紧急关闭哦。大家可以看到的画面是这个加拿大西捷航空波音737-800客机在加勒比海岛屿圣马丁降落的时候，右方主起架着地的时候折断，那利用了这个紧急滑梯撤离，有3个人是需要来送医的。好，那不只是这个飞安意外，还包含了是波音出包被抓出有数百项安全违规的漏洞，所以美国 FAA 也记了重罚。但我们知道川普非常爱波音嘛，每次跟大家谈判的时候，这波音一定要在这个 package 这个包裹里头来一起的来谈哦。好，那我们看到是首个海外订单来，这是谁呢？是中国大陆产的 C919。客机亚洲航空是传说有洽谈当中哦。好，那当然这个外国航空公司有这个海外的订单来，对中国大陆的这个自产的客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消息哦，但是我们一对比之后就发现说，美中现在在客机上面有一些角力。好，我们看到中国跟美国的对话到底要进行到什么程度了呢？好，中国大陆的商务部证实说，他们的第4次会谈角力战已经正式开打了。好，我们看到会是美国的财长贝森特下周要前往是西班牙的马德里，跟中国大陆的副总理何立峰举行第4次会晤。然后当然 TikTok 也会成为大家会谈的一个焦点哦，像是美国单边的关税措施、滥用出口管制以及 TikTok 等经贸问题来进行谈话的内容。那美中从明天开始，西班牙要举行会谈哦，所以专家说这会谈的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衰退。这是中国大陆的国际专家贺文平，他认为说就是因为美国的经济扛不住了，说今年8月哦，美国的 CPI 跟去年同期相比哦，其实上涨了2.9%，跟前期相比上涨0.4%。制造业的 PMI 连续6个月都是萎缩的，开工率跟订单量其实全部都在降。美国企业怎么样能松口气呢？其实还是着重在美中的经贸要够稳定才有办法。好，那我们也看到是美中之间的一个对话，包含的是卢比欧跟赫格塞斯，大家就说了，不知道他们两个到底说了什么，感觉都讳莫如深。也就是跟以往美国一言不合就公开美中讨论细节，制造美国向中国交涉施压的事件，现在看起来这一次是迥然不同哦。好，那美中在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情呢？因为几个小时之内就连打了2次电话哦，川普上台后这是第1次。好，我们来看内容哦，这是美中元首借着亚太经合组织峰会来见面。川普需要在这样的外交场合，在像是乌俄问题还有以巴问题上面接连失分的川普，都急需要找一个新的外交加分题。那如果跟中方的元首来见面的话，哪怕只是握手寒暄拍个合照，其实都足以让他在媒体面前吹嘘一阵子了。所以这也是大家说为什么他在10月底 IPAC 上面，习近平很急着不对，倒过来是川普很急着要跟习近平来进行见面。好，那我们看到了美国挑拨莫迪是转向跟中国大陆交好吗？也确实这3角关系真的是扑朔迷离。我们看到没上任就挑拨中国跟金砖的印度是更想跟我们好，这是谁讲的呢？这是美国驻印大使的提名人哦。他说美印的关系持续了数十年，比印中关系其实要温暖得多。那中印2国之间存在着矛盾哦，因此不太可能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他说，印度在各种问题上面都站在美国这一边，那不是金砖国家。那相较于跟金砖国家的其他成员哦，印度是更愿意、更开放的跟他们，也就是跟美国来进行接触。好，这是美国驻印大使他们自己的想法。
但我们也看到了美国共和党的参议员比尔·哈格蒂，他讲说，其实为什么现在这个中国士兵都没有开枪，然后印度的这个部分就融化了。好，他怎么说的呢？我们也来听听看。A lot of pearl clutching going on here in America about what does that mean? Is India drifting away? I just highlight this: that China and Indi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grievances and distrust. Barely 5 years ago, China and India were fighting over a disputed border, and China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hey didn't use bullets, but they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o literally melt Indian soldiers. 好，用电子武器就可以融化，那这是什么大高科技的黑科技呢？好，我们大家都要用一下哦。好，我们看到了，现在这个印度也说批准在中印边境修建铁路线哦，预计会斥资34亿美元，长500公里哦。好，当然这样会加深两国之间的这个部分嘛，好，以防这个邻国中国关系的升温再次恶化。但是现在印度总理莫迪也不甩这个川普的施压，那增购俄国排全球第2的进口量。仅次于中国大陆哦，你越要我不要，越要我不要买，我越想买，是现在印度的战略的这个规则。好，我们刚刚看到的就是波音哦，这1周3次出包。我们先问彬哥，波音其实到现在还是一样事故频传哦，这样子让大家就不容易对大家有信心。你说货舱起火可能是其他人为或是什么的疏忽，或是它搭载行李的这些问题。可是起落架折断就摆明是你自己本身的质量或是维修上面出了问题嘛。所以波音如果没有办法解决他们这种在全世界各地每隔一阵子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意外啊、各种事故啊，那我觉得波音就不太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稳定的订单哦。那尤其是他们现在又在罢工，那他们的工人也很厉害，他们之前本来说要加薪20%，他们不要。现在提加薪45%，他还是不要。要加到多少？100吗？我不知道。所以他们这个谈判又破裂，所以他们就继续罢工。那他们到底要到多少？现在波音自己也很头痛，他们现在也是找各种替代的工人。那你在这种内忧外患的情况下，波音要怎么去保持它产品的稳定？我看恐怕就更加困难了。更不要说过去还有很多传言。说每一次只要举报波音出了什么状况呢，这个人后来就会出意外，对，就会被消失。对，所以这个都很难让人家对波音会有信心。但是即使波音遭遇这样的状况，C919要突破还是有它的困境。虽然说现在马来西亚愿意跟他买飞机，可是因为 C919现在最大的痛点是美国跟欧洲都没有给他适航证，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变成他的飞机，你就算马来西亚跟他买了。你大概只能飞中国大陆或飞澳洲啊这些地方，你没有办法飞美国跟欧洲，所以这也是它一大的问题哦。这个 C919还是要积极去争取这个欧美的开予适航证的问题。那至于说中美之间呢，我个人认为差不多了啦，也就是美国自己大概也知道，你再跟中国这样僵持下去，对你自己绝对不会有什么好处，而且你的经济马上问题就要越来越大。所以他必须要赶快跟中国大陆之间达成一个和解，双方大概各让一步。所以我觉得他们现在应该是在积极磋商这一些事情，要赶快把双方之间的条件谈定，然后能够促成川普是不是能够去北京访问，然后甚至跟习近平握手见面，这一些都会对川普有很大的加分。不然的话，川普马上就要面临到国内经济的反扑。这个对川普来讲是非常严峻的一个态势，所以我相信他们现在很积极的想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啊。可是他们还是不忘要去挑拨离间一下，因为你现在可以看到，因为关税的问题，印度很明显的开始跟中国大陆走得比较近，那所以他们当然希望要挽回这个状况，所以开始去讲啊，美印之间有深厚的友谊啊什么。美国过去恶搞印度也搞了不少，其实讲实在话，美国一直这样子啊。那所以印度对美国有没有防心，一样是有的。所以我觉得印度也不会轻易的就因为这些东西就跟美国接近，除非你解除它关税的问题。可是我觉得去丑化中方没关系，要丑化中方到它有电池武器可以把人融化，这个就厉害了。所以你不去想一件事吗？如果中方真的有这么强，他怎么不拿来对付美国？这不是很奇怪的一件事？真的是特别奇怪啊！他也说这个大惊小怪嘛。好，永明教授，现在市场上跟国际的一些评估单位都比较担心美国现在从8月到9月之后，特别10月展开
会不会呈现一个低成长、高通膨的一个经济情况？因为几个数字其实都不好，而且是连续的都不好，不只是这个 CPI、PMI 啊，那 CPI 在市场范围之内，但是呢，连续几个月都在涨，都在升。那最严重的是，记不记得1个月之前，川普把那个劳工统计局的局长给开除掉？所以这一次公布9月11号公布的8月份的 CPI 里面有36%是用估算的，而不是用确实的数据去计算出来的。这个引起各界的批判。高盛就说36%，将近40%是你估算出来，跟过去不一样。那显然就有点隐藏，那对于通膨的数字就会画了一个很大的问号。只不过是因为现在在金融的市场上，因为你降息的这种就是期待，所以大家都不敢去这个唱衰。但实际上，同一个时间所公布8月份的非农就业，就是一般的就业，增加多少？市场预期8月份应该增加到7、8万以上，结果只有2.2万，1/3落。就表示大家不聘人，尤其是在营造业、零售业，失业多少？2.5万。换言之，其实老板们、雇主们都很清楚，这个经济要不好了，而货架上的商品10月份就要开始准备涨价，因为8月中才开始关税进口，而之前就已经进了一大堆做库存，在做消耗当中。所以事实上，鲍尔一直担心这个降息是不是正确？这是正确的思考。可是政治的压力之下，他可能被迫妥协。因此，在这样情况之下，川普就急着要跟中国谈判。为什么？因为在今年1到8月，中美之间的贸易降了13.6%。因为你关税高嘛，卖的东西就少。但中国跟东南亚增加了9.7%，跟欧洲增加了4.3%。所以你关税提高，帮助大家再去增加彼此的贸易，就不再跟你美国做生意了。那换言之，一样，你美国卖到中国大陆的东西也变少。那中国大陆是美国出口最大的市场之一啊。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你美国做出来的东西，你怎么去卖到全世界？然后你又开始对韩国的这些厂去做检查，什么投资美国制造业重新回流，根本就不可能了。韩国23项投资通通都停下来。所以他现在需要拥抱中国，要把这个框架、贸易框架给弄好，把政治的关系给弄好。我们在台湾一定要看得懂，尤其赖清德政府，这个时候发表了一个什么全民这个安全手册，好像要打仗一样，那怎么回事呢？大家现在都急的经济自救啊。好，感觉美国有点自伤啊，因为想伤人，结果也伤到自己哦。舰长，我们看到波音。已经很久以来了哦，一直不断的出包。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周3次啊，那甚至呢有非常多这些常常搭乘客机往返的，他们用脚投票，也就是如果是波音的客机，他就不坐，他选择其他的，例如说空中巴士的飞机坐。那我们来看啊，这有关于马来西亚航空啊，他们就他的联航啊 ，AirAsia， 他现在选择了C919 本来就是一个载体的区间客机，它的飞行时速呢，一般来讲就是4个半小时之内的一个航程啊。那也就是当我们在研发一种任何的这种商品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是替代品的挑战。波音现在还在搞内乱呢，可是他没有看到整个的C919呢，整个在崛起啊。其实 C919到目前为止，它交的机数并不多，18架。那但是它已经运载了2.8万的小时，载客量达到157万人次啊。那现在在用的呢，当然都是中国大陆的国内，也就是东方航空它使用了10架，中国国际航空那它用了3架，那个南方航空用了5架，意思也就是国机国造嘛，那也就是自己做的先自己用。但是我们来看啊，C919有一个特点，它跟波音跟空中巴士一模一样，它都是全球的合力制造
分工而成的，它不是中国大陆独造成的，所以大家不要说谎啊，说什么它都是中国大陆做的，然后又有人更是在那边讲说它的品质怎么样，它的品质我们刚刚已经讲了，无论是载客的时数跟人数，根本就是一种保障，甚至它还不断的测试啊。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张图啊，其实呢，也就是去年的9月19号，它直接呢从成都的双流机场起飞，然后到达拉萨的贡嘎那个国际机场，意思也就是它要上高原去进行测试啊。那也就是我们看到啊，这个现在 C919 虽然它的产量还没有开出来，它未来哦，它的预估在2029年，它每一年要交200架。那如果这个真的成型，它也有这样的交机的数量的话，那中国商飞将是可以跟这个波音以及空中巴士竞争的世界第3个国家以及航空公司。好，这美中连这个商用客机其实都在竞争。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们之前不是有曾经听过，这川普想要得到诺贝尔和平奖吗？好不，但是现在他大斡旋反而是大失败。我们先看到他在以色列，看到的是美国不满以色列吗？因为川普的幕僚说，这谈判一有进展就去轰炸人哦。好，我们最近看到他真的是跟中东的很多国家，有6个国家在3天之内都有一些攻击哦。所以川普跟纳坦雅胡传说中在这个电话当中有激烈的争吵。好，那因为卡达就是一个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就以色列也去打他，他送了川普的专机，也大赦美国基地，还被这个以色列报答，盟友都在看啊。其实这就会传递出一个讯息哦，就是说现在美国在中东的这个部分，盟友还要挺美国吗？好，那看到的是华邮说，这个摩萨德拒绝从命，迫使了纳坦雅胡空袭卡达，猎杀哈马斯的高层尸首哦，也就是摩萨德这个特勤局不愿意执行地面的暗杀任务，以色列被迫要改空袭的方案，所以没有办法成功的击中目标哦。那行为十分恶劣，我们看到是中国大陆的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他认为说中方现在严厉的谴责以色列对卡达发动的攻击哦，说是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那看到是乌俄战争跟以色列这边的状况也一样，因为根本就没有办法调停嘛。好，帮川普缓颊吗？这个帮普京缓颊吗？川普说，这俄军无人机入侵波兰可能是误闯啊，所以看到川普说这可能是一个错误哦。但不管怎么说，他对整件事情一点都不高兴，希望这事情赶快的结束。好，但是波兰的总理赶快怒斥川普说无人机的攻击不是失误啦。他说我们也希望针对波兰的无人机攻击是个失误，但是我们心知肚明，并不是这样子的。好，所以看起来这个国家在这个川普越讲之下，反而越暴动越反击哦。所以我们这个看到川普的斡旋是卡关哦。克里姆林宫这边是认为乌俄之间已经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而且在持续存在，但是就目前为止，更准确的说法是对话暂停了。所以乌俄和谈不是说要找这个普京来吗？就现在暂停中那扬言重击莫斯科那川普就说他对普京的耐心已经快用完了。好，现在知道普京不好惹好，他说他要对莫斯科祭出新的经济制裁，包含银行、石油的制裁以及关税，将造成非常沉重的打击。好，所以看起来这川普要获得诺贝尔奖可能还很遥远的事情但是呢，现在中俄联手恐怕也会成为川普的另外一个非常头痛的问题。好，对中俄终极的威慑F-16当追逐机，美军第2架 B-21首飞画面曝光我们看到美军空军的这个部分宣布说，他们第2架 B-21的突袭者有进行飞行的测试首飞，而且转场至爱德华兹的空中基地已经加入在测试的首架飞机，所以要计划有更大规模的试飞还有武器整合的这个阶段。那美国的空军高
高层则说，3座预定部署的 B-21基地将在2026年来展开大规模的军舰作业。那这 B-21的逆踪轰炸机试飞首批的新机也是希望在明年进驻在这个中北部地区，也就美国的这个本地里头。但是我们看到俄国其实也没有闲着俄白联合军演，西方2025年登场波兰关闭了边境，限制空中的交通就担心会有一些冲突可能的这个擦边的方式出现那我们看到波兰在本月也将举行类似的规模军演德国将要派出的是8000名的士兵参加波罗的海跟芬兰的个4架马车2025的军演。那另外上合组织我们也看到这个才刚结束嘛，感觉日益成熟那中国在新的全球秩序中心当中被认为占据了一个核心的地位，所以现在北京想成为新国际秩序支柱的雄心，现在显而易见。好，整个战争呢其实还没有结束那川普想调停，但是跟我刚刚讲的大斡旋大失败，彬哥。我觉得这一次卡达这个事件真的是非常非常糟糕，因为卡达是中间人他是负责来协助以色列跟哈马斯斡旋的人然后他是美国最忠诚的盟友之一，美国在卡达有最大的这个军事基地，然后结果你居然让以色列直接去轰炸他，然后美国说他不知情，我一点都不相信美国不知情，不可能不知情，因为以色列的战机只要一起飞，你就会知道。这美国根本不可能不知道这件事嘛，所以在我看来，就是美国纵容以色列去做这件事所以不要在那边假装说什么，他每一次谈判才刚好有进展，你就轰炸就是你美国准的我一直认为美国就是共犯，很明确的。所以这一次虽然以色列没有炸到他们的目标，哈马斯的这些高层没有被攻击到，对以色列来讲 OK 没有问题。你知道为什么没有问题？他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就是希望谈判不要成。他根本没有打算要谈判纳坦雅胡从头到尾就没打算要谈判，他要的就是要直接吃掉整个加沙走廊，而且他要的不止这些，他准备把约旦河西岸也吃下来，基本上就是这样。野心很大他这个对以色列人来讲，他们这不叫野心，他们认为那叫应许之地，他认为那就是上帝给他们的土地，对所以他们就是要把它吃下来。所以纳坦雅胡的作风这么明白了，美国人真的不知道吗？我认为川普就是故意让以色列可以这样做，所以美国、以色列都不想要和谈成功，他们到最后的结果就是要让以色列完全占据这些，然后把这些巴勒斯坦人全部赶走，就是这样。如果你不走，可能面临就更悲惨的下场。所以这是一个阳谋啦。那至于说俄乌战争，我也觉得很好笑。这个川普其实在我看来，他是比较站在普丁这边的。因为他一直说普丁是他的好朋友，然后呢，他现在告诉你说他对普丁的耐性已经快要消失了，可是其实他好几个月以前就这样讲过了，他的耐性我觉得其实挺不错的，而且看起来越来越好。你看，连俄罗斯的无人机进入波兰这个边境，他都会去帮俄罗斯讲话说可能误入吧？你确定那是误入吗？我不认为那是误入，我觉得俄罗斯就是故意，目的是什么？就是警告你。欧洲这些国家，你不要惹我，我随时都可以攻击你。其实这就是普丁的用意而且欧洲整个被人家看扁了，因为整个手脚都被人家看破了。你们叫了这么多年，请问一下，你欧洲是出了兵吗？你欧洲真的有全心全意去这个支撑乌克兰吗？根本没有，所以都被看破手脚。我相信美国接下来也不会对俄罗斯进行什么制裁，因为川普根本就没打算要这样做。好，我们接下来问永明教授。川普现在上来1月20号到目前，其实你看到在关税、在国际安全、外交以及在国内这3个层面现在已经开始逐渐的出现严重的问题。慢慢的，他已经没有办法去面对这种复杂的情势，跟他刚上来的时候那种呼风唤雨、全球媒体的中心不可一世，会完全相反。我预测到明年的第1季开始，美国的经济内部的情况，还有国际的情况，就会使得美国现在面临到的更加的严重的情势会急速的恶化。那到了明年年底，他的26的期中选举，他一定会跛脚。众议院，至少众议院就会被民主党掌控。那我觉得，在
关税层面现在很清楚，大家已经发觉到，他已经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再去压榨、再去要求。那鲁特尼克有一次在电视上讲到台湾，不是说要有一个大的这个交易要出来吗？我们现在等待。可是他还讲到日本，因为他说美国要设制药厂，那最让我们高兴的是日本人出钱盖厂，而90%的利润属于我们，他很高兴的那边笑。那日本人看的一些评论觉得快疯狂了。所以全球减美，在关税上面呢，全球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全球减少跟美国的贸易，这一定是会成真的，已经开始出现。我刚才谈过，中国跟美国的贸易已经减少13.6%了。第二个，在安全层面，他以为安全的议题就好像处理关税议题啊这么容易。我讲一下，24小时就办到。那关税是不是你自己定人家商品进口你美国市场的关税？那你自己自找的。哦，你要把你的保护主义垫得那么高，让你物价垫那么高，是你自己要做的。但是别的地方的安全、冲突、战争、外交，那跟别人的安全、主权、领土、人民都有关的，他怎么会那么浪？俄乌战争哪那么简单？俄乌战争现在他根本一点影响力都没有了。然后倒过来，你看到他对以色列的这种放纵，把自己的盟邦在美国在中东最大的空军基地卡达所在的完全的瘫痪。他要不然就是用电子战让卡达的防空系统瘫痪，要不然就是卡达的所有的武器的后门被关掉。所以现在他的影响力大减了，看穿川普了。国内在这个查理·克克被暗杀之后，你看他两极的这种撕裂越来越严重，所以他现在是处处起火，所以他就很希望赶快去跟中国大陆去赶快定一个新的架构出来，稳定一下。他现在急于要处理他内部的事情，至少明年这2院他不能够失去任何一院。不过我觉得他的想象跟他的期待跟最后事实发展都会不相符合的。明年呢，他会面到许多的困境。好，我能想象因为这个国内的情形一定是更加的复杂。好，我们问舰长，以色列到底是怎么样攻击这一个卡达的杜哈的？那其实这个在付费网站 Intelligence Online， 它是一个法国的一个情报付费网站，它已经有答案了它答案很简单也就是以色列使用了银麻雀飞弹。那这是一个什么飞弹？这是一种空射型的弹道飞弹。那也就因为如此然后携带的这种是 F-15，所以我们大家一直在讲的就是 F-15跟 F-16，这起飞的架数非常多。那这只是一个单一的一个情报来源吗？不，我们如果看这一个华盛顿不对不起，那《华尔街日报》的话，它就呼应了这个说法，也就是它实际使用这种弹道飞弹，而且它高超音速飞行，然后它这样打，那也无怪乎，这一个卡达它虽然有萨德，它也有爱国者，其实是没用的。那实际上这种飞弹到底长什么样子？它其实长得就非常像我们在93阅兵看到的惊雷1那这个不是谁抄谁，这个是英雄所见略同。那为什么会这样使用？那他们的说法说是，哎呀，这个摩萨德那么他拒绝，真的吗？摩萨德会拒绝吗？那是我们是要分析这个纳坦雅胡指挥不动了吗？当然不是，他就是要测试这一种飞弹，而且刚刚海明哥讲的非常对美国到底知不知道？美国当然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飞弹是那个以色列的那个拉斐尔跟美国雷神公司一起做的。而且发射之前呢，雷神宫必须要美国同意才能够发射的，所以你说你不知道，那真是笑死人！你是懂王川建国同志。那他为什么要发射这一枚？因为实际上来讲，在93阅兵的时候看到了这一个惊雷1。那惊雷1，我们现在看到的是 War Room 的这个报道，这是一个专业的军事的网站他讲到说，其实呢，它的威力对于美国来讲是有一定的威慑性的，而且也就因为如此，中国大陆已经完成了，也就是我们讲到的核三角的一个部署那当然啦，美国又开始他也要秀一下肌肉嘛。
好，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现在有一个今天一直在大家讨论一个话题是这个川普是不是中风？从画面上可以看到，川普的右边出现了一个这个歪嘴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很多媒体呢就有一些质疑是说，是不是这个川普出现中风的一些情形？那事实上呢，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川普出席五角大厦911的追思典礼的时候，被拍到他这边脸部有下垂的情形，这个画面呢迅速呢在网络流传，引起外界质疑，可能是不是川普中风？不过呢，川普当天呢傍晚跟隔天他早上都2度公开露面，他的神情都是很正常，在一定的程度上也缓解了外界的这些担忧。有没有中风，可能还是需要这个白宫方面做出相关的一些说明哦。不过呢，对于美中之间最近密集的打电话，可能会让川普不是很高兴，因为包括了美国的战争部部长，包括了这个跟大陆的国防部长董军哦，在最近就打了这个电话哦。那在这个电话里面是今年1月，这个赫格塞斯他就任美防长以来，这个中美防长第一次，等于是董军他开门见山的谈了2大核心问题，包括了台湾问题，包括了南海问题。那美方呢，则是回应美国不可能不会寻求要跟中国发生冲突。而另一方面呢，卢比欧跟王毅呢也通上了电话。那王毅是批评美方最近的一些负面动作，尤其他点名干涉中国内政，还要求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面必须要这个谨言慎行。除了打电话之外，包括了这个何立峰跟贝森特，接下来会在西班牙会进行一些相关的经贸上面一些谈判。可以看到最近中美之间的一些关系是非常非常的互动，是非常非常的一些密切。不过呢，最近大家也关心到了一些中美之间的一些互动。主要是农民就是美国农民他就非常的绝望，喊话是说中国都不买了，他只能缴税大豆倾销，危机加剧。以前都是卖给中国，那现在中国就不买这些商品。那甚至呢，随着美国农民呼救影片在 TikTok 疯传呢，大豆滞销，价格也暴跌，所以贷款也难还哦。这个包括了农场都濒临破产的局面，就现实完全是呈现在这个世界的面前。那目前大陆方面当然是有底气所以在农产上面可以说是频频出招，我就是不愿意买这个美国的这些大豆。另一方面，我们来关心的还是一些军事上的一些议题，就是福建舰入列，歼35也准备好了吗？最近最引起大家关注的就是福建舰，它第一次穿过台海直奔南海，包括了歼35跟歼15T 都同框出击包括这边的描述就是说，歼35跟歼15T 的高低搭配能够形成一个协同作战的一个组合，一个负责踹门，另一个负责打击，形成一个整体的作战能力。而这一次呢，这个福建舰到南海，很可能就是要展示或是要进行相关的一个测试，就是海上弹射拦阻的一些试验。那如果9次的海试呢，能够顺利的完成所有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测试的话，那福建舰很有可能在今年年底就会正式的进行服役。而到目前为止呢，歼35的舰载机已经公开了至少3架的量产型，加上歼35A。总共有10架以上的量产型。然后大陆方面的这个军事网站呢，也特地用1分钟的这个影片来让大家看懂福建舰的来时路。这个玉渊谈天他公布的一些相关的影片，包括了从无到有，从改装到国产，从小木船到3航舰，人民海军向南向蓝继续的前进他公布了非常多的这个影片，而且画面的这个质感非常非常的精细，他把了福建舰用1分钟的时间，让大家看到福建舰整个形成的一个过程。而除了福建舰第3艘的可能会入列，现在是被关注的另一个就是中美之间已经缩小差距，因为有传出中共的第4艘航舰会正在进行新建美国的军事网站透过卫星影像的分析，认为中国已经在辽宁大连呢启动了第4艘航母的建造工程，并推测其可能会采取核动力来推进，这赋予无限续航的这个能力。除了在航舰上的一些交锋，另一方面在中美的太空上也在进行交锋目前看得出来，大陆在这个
土星上面好像有很多的一些计划跟相关的一些安排。那外界很期待是说，大陆是不是现在要进行所谓要找宜居星球的这样子的一个打算，这是在太空上进行相关的一些探测。那在美国方面，则是有扩大版的太空作战架构，目前也是透过了 SpaceX 的这个火箭，将首批21枚的这个传输层第一批次的通讯卫星发射升空，最终会有150枚的卫星要送到低轨道，进一步要建构由数据传输和预警卫星构成的全球卫星网络，强化美军的战场通讯还有联合作战能力。我们请帅将军。基本上，美国的太空工业已经随着 NASA 的没落，现在完全要靠民间的这个 SpaceX 的帮他来投送。因为原来在俄乌战场上，美国的星链发挥了很多作用，是，所以美国现在很积极的要发展这个低空卫星的。因为低空卫星是需要一定的数量才能发挥力量，现在中国大陆也在急起直追，但是在太空对接、太空站的这些技术，美国已经远远落后，这是一个现象。第二个，美中现在的关系，因为川普面对这个关税作战，迟迟不能把中国拿下，他就非常头痛，因为这么一个有力的抗击，就很多国家都在观望。所以关税战一旦失败了，那美国有不可承受之重。川普自己也讲了嘛，贝森特也讲了，如果最高法院说你这个是违法的话，你现在要赔多少钱？到年底要赔多少钱？到一个天文数出来，这美国就要垮了。所以我相信川普一定会在利用什么大法官会议里面他占多数，说这个违反到国家安全。就好像台湾有的人啊，欠债欠到银行怕他，对不对？搞这个名堂。事实上，川普这个有没有中风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所知道的，川普现在是关关难过，关关不好过。你看，中美谈不出一个结果，农产品被中国捏住脖子。我在 Kansas 我接触过这些农民，他们是大规模的种植，投资也大，肥料、机械，是不是？一旦这个大豆卖不出去，他可能连房子都法拍，所以这个问题对共和党的基层党员来讲，明年川普的这个期中选就不会很好看。第二个，通膨，通膨现在开始，一直到圣诞节过后会更高。那通膨，那下面就是美债，美债完了又是美国这个看到93中国大陆的阅兵，所以你看它有两边的作用。他现在主打的是经济作战，经济如果打不赢的话，他就不要谈什么 Great Again。那军方现在也知道，现在中国大陆所有的武器是针对他的尖端武器做出来的克制武器，所以你看他急急忙忙要跟董军建立信管道，因为美国国防部讲话都比较不像国务院啊、外交部啊这些那么嚣张，因为什么？开屁股的是他。你们惹出了问题，他要负责去解决，而他知道解决不了。是第一个，中美不可能发生核子作战。如果是地区的局部战争的话，你又在大陆中南沿海，你占不到一点便宜，你搞不好全军尽没。所以这个马上就说我们要建立热线电话。他希望除了你国防部长的热线电话，战区也要有跟战区，太平洋总部要跟你这个东南战区的要建立热线，是吧？不容许有擦枪走火。当年96飞弹危机，我到他国防部开秘密会议的时候，真正的主题是台湾，你不要给我擦枪走火，言下之意，你不要拖我下水。是，所以这个问题到现在，美国的军方没有变，为什么？他不值得台湾的利益去发动跟中国的战争，所以这点大家要搞清楚啊。尤其在93阅兵以后，美国一看。所有的新的尖端武器都针对美国的尖端武器加以克制或者是超越，所以你看，贝森特谈的主打的是经济，美国的国防部长主打的是军事上不要发生冲突，这个看得很清楚了。秦源老师，好，我跟你讲哈，
把这个前后的消息全部看在一起，让大家有一个完整的一个概念啊。我们上一期的话呢，讲到说是赖清德的做法非常奇特，让人发觉他好像是不正常一样啊，就是要跟大陆完全脱钩断裂。这里头当中的话呢，讲第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大陆的93阅兵没结束啊，接下来福建舰就是阅兵中的一部分，而且可能是重头戏。就福建这个航空母舰的重头戏的话呢，不单单有福建舰，还有在大连的话呢，即将成立的004是核能航母啊，这个大家要搞清楚。在这种情况下呢，川普可能会中风的原因，一定被中国气的啊，一定被气的。气的主要原因非常多了啊，原因非常多。为什么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刚刚上面讲到这3个消息啊，2通电话1个讯息啊，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是董军对海克塞斯，另外一个的话呢是王毅对这个卢比奥。就看起来好像是董军对海克塞斯像大学生对小学生，王毅对卢比奥的话呢，就像研究生对幼稚园学生，差距太大了，人们认知差距很大。川普的内阁里面什么货色，我们自己心里明白得很。那他们基本上连这个他们2个讲同一个观念，就是台湾就是核心利益，讲得非常明白啊，他们都听懂，所以他们叫赖清德来这边加着一些力量啊，增加力量，以为台湾是个筹码，所以台湾才不要命的冲出去。那这边的话呢，贝森特加上何立峰在谈的时候，大家记不记得？原来贝森特讲说啊，有关中美贸易的话呢，目前没有结果，我们要10月底再谈。今天才9月中啊，9月15号都还不到啊，对不对？就开始已经漏消息，要到马德里谈，要到西班牙谈，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美国急了。美国急的话呢，美国急的是3件事情，一个是稀土磁铁，它很急啊，军用民用它都要啊。因为如果说没有稀土磁铁的话，它国防科技根本不能发展。那另外的话呢，它的大豆上面有压力啊。那个共和党的话呢，刚刚我们将军讲得非常好，给他其中选举构成了很大压力啊。他自己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大豆烂在地上，人家支持你搞的结果没有什么啊。然后第3点的话呢，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的这个武力看完阅兵以后，你凉了半截，你这该怎么办呢？该怎么准备呢？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啊，美国本身一方面就跟大陆谈啊，就是说，就是有国防啊、外交啊，然后商业啊、财政啊，他们都在谈。同时的话呢，在台湾这边呢，就叫你尽量做啊，横跳得高一点啊。那么这里面当中讲的，大家要非常注意，这3个就是2个电话1个讯息里面驱动的真的核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次，就是说大陆跟美国谈，直接把台湾这个核心利益放在嘴巴上，以前很少见，以前没有。大家心里要懂一下这个道理。是大中老师。对，我也是认为说哈，这几个讯号还是需要一起看啊，因为董军跟这赫格塞斯本来有机会是在7月，在6月份香格里拉会议见面，可是董军并没有出席。那王毅对这个卢比欧，其实他们7月份才见过面哈，但是这里面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个讯号呢？我觉得基本上我们仔细看，当赫格塞斯的讲法，大家有没有觉得似曾相似？美国无意跟中国大陆冲突，好，然后呢，美国无意去遏制中国，好，这个讲法就是拜登任内的4不一无意啊，基本上用字遣词非常相近。那再加上刚才这是最新消息，哈，这何立峰要去这个马德里西班牙，哈，再跟这个贝森特碰面，第4轮的确第4轮出现的时间哈，比我们预期的早了1个月，是啊，而且8月底的时候，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谈判代表才去了一趟美国，那是技术性谈判，所以这几个讯息都放在一起的，我的感觉是哈，第一个是美中近期至少现阶段是在谋求战略稳定的，好，第二是假设这一方面啊。这个进展是够顺利的话，真的是不无可能哈。10月底、11月初在韩国会有所谓的这个川普跟习近平的会面，啊，那这个会面其实前面应该有这么多的蛛丝马迹，因为假设现在是在拜登任内的话，要有这种元首峰会，它会更密集。但是现在因为是川普啊，川普时代的美中之间的这个沟通管道，面对面的的确是比拜登少了一些。好，但是这2通电话，还有马上下礼拜这几天就要出现的这个贝森特跟何立峰的碰面，我觉得基本上就代表说双方还是往比较凸显共同利益的方向前进。当然，我们也知道，目前真正的关键跟症结就是中美的贸易谈判、关税谈判。美国要什么？其实刚刚已经讲很清楚，农产品不只是大豆，还有包括肉品啊，因为。大家还有印象吗？川普不久之前在社群媒体上讲，还特别公开向中国大陆喊话：我们的大豆很好啊，要多买一些。代表什么？
代表这些压力已经进到白宫里面。那第二个是什么哈？市场开放啊，还有一个是能源，第二个是市场开放，包括金融业，第三个就是中国大陆手中最厉害的一个所谓的反制武器，就是所谓的稀土。这三个是川普要的。那倒过来看是什么？其实这就是北京手中的这个筹码。那中国大陆要什么？中国大陆要的是要美国尽可能至少一定程度上把科技上卡脖子把它去除。那倒过来看，其实这就是美国的筹码。那中国要的是什么？中国大陆还要的是让美国能够呼应台湾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这倒过来看，其实这有点可能是川普在说话上可能比较可以弹性的地方。假设真的会有所谓的川习会，所以目前美中之间的交手，我觉得非常高度的复杂。双方都不是省油的灯，所以这里面还会有一些不确定因素存在。除了美中之间的相关的一些争议之外呢，现在大家关注的还有就是亚洲的问题哦。李在明呢，这是痛批在韩国限制痛批包括韩国限制反华的这个集会哈，因为按照韩联社12号的报道，韩国警方宣布禁止个别民间团体在首尔明洞一带举行所谓的反华游行，这是中国在这个首尔的这个大使馆哈，并且明确要求示威过程当中不可以辱骂游客，或是采取一些暴力的行为。我们知道最近这段期间，在这里常常发生有韩国人跟中国人的一些冲突，发生一些这个辱骂的一些行为。因此呢，今天包括李在明就严格制止了这样的一个行为。另一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些中东的一些局势，主要还是卡达这些所谓的空袭哈。到目前为止呢，中方也针对卡达这件事情表达了一些态度中方是谴责一切伤及无辜平民的举动。那外交部呢，则是在表态以72小时之内袭击6国这是中国的一些相关的说法。大陆外交部的发言人就有提到，他谴责一切伤及无辜平民的举动，暴力换不来安全，武力也打不出和平。我们可以看到，针对中东、针对卡达这件事情，大陆的外交部也提出了相关的一些说法。而另一方面呢，卡达则是非常感谢他们所谓中国有正义的发生。那卡达的这个相关人士特别提到，是会采取一切的措施来保护主权。那卡达向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给予卡达坚定支持跟公正的立场，给予最诚挚的感谢。可以看到，中国跟卡达跟中国在中东之间的影响力可以是越来越大。那另一方面，相较于中国跟卡达，美国跟中东之间的关系似乎就有受到一些影响。以色列这一次呢，凸显了一些讯息。波湾各国数十年来积极在政治跟金融上是转向美国，但是如今可能会出现一些质疑。当地的一些这个智库、一些学者特别提到，这些国家会想要知道要怎么做才能吓阻未来的攻击，而不是依赖一个无法保护他们受到盟友攻击的一个合作伙伴。这主要还是针对美国。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中国跟印度的关系是不是出现解冻的情况，然后美国还想瞎扯要进行相关的一些挑拨这是共和党的参议员他提出了一个说法，是说中印之间长期以来存在着一些不信任和怨恨。他特别提到了一个很离谱的一个说法，他是说中国的电磁武器会融化印军。这个印度媒体就觉得莫名其妙。我们来听听这个议员的说法。没常识。A lot of pearl clutching going on here in America about what does that mean? Is India drifting away? I just highlight this. That China and India have a long history of grievances and distrust. Barely 5 years ago, China and India were fighting over a disputed border, and China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hey didn't use bullets, but they used an electromagnetic weapon to literally melt Indian soldiers. 这个参议员在这个致辞的时候还特别强调，自己说的融化就是字面上的融化，所以是说大陆的武器可能会融化印度的军人。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说法等一下可以听听这个来宾的一些意见。那另一方面呢，中国跟印度方面的确在互信基础上是越来越好印度和中国在这个
在进行一个互信的一些建设的一些设施，要增加一些摄像头来减少一些冲突后，目前印度建立了全面的监视的网络，对于实际监控线以及周边地区进行全天候的这个广泛的监视。其实长期的目标是要减少额外的一些巡逻，因为巡逻可能就会发生冲突，它用一些设备来进行这样冲突的一些减少。而另一方面呢，这个印度汽车的零件也开始关注这个中国的技术，主要就是美国跟印度这个关税的一些问题，一些汽车零组件的制造商就开始与中国的尖端科技来进行相关的一些合作。那另一方面呢，这个印度的汽车零件制造商协会领导人他就特别强调，中国是印度最大的汽车零件进口来源国，是下一个出航时代的关键技术的一个宝库。可以看到，印度也把目光投向了中国的这个汽车零组件的一些生产制造。这边提到就是印度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科技的一些想象，然后它目前设计了一个所谓的，这应该还是只是一个发想的阶段 ，AI 气囊的飞机在2秒钟会展开所谓的守护全机哈，这是印度工程师他提出了一个突破性的构想，他要设计出一个不怕坠机的未来飞机。透过 AI 侦测，如果引擎发生故障，在2秒钟之内就会自动释放巨大的安全气囊，将机身全部包覆，可以大幅提升乘客的存活率。可以看到大型气囊，请一下帅将军。印度的军武科技跟一般科技人，那都是全国际上最好看的笑话。他说这个气囊啊，我不晓得这个气囊是用什么材质做的。这个飞机冲到地面上的时候，坠落的时候，最低的速度都是230海里啊！你是个什么橡皮做的气囊不磨破？2秒钟是张开了，2秒钟也没有破了。是它唯一的用处是迫降在河上，迫降在海里可能会增加一点浮力了。是，这我们不谈了。这个中印的关系跟美国这个人的无知哈，可以把5年以前的那个图片拿给看。中国跟印度都不想爆发热战，所以拿拳头、拿狼牙棒、拿棍子在那里打，这就是不希望把这个冲突扩大。这就没有意愿要真的发动战争，所以才能规定大家不开枪。那现在长久的对峙下来，印度快受不了，因为在这么雪线以上的高山上，中国大陆的后勤补给做得比较好，士兵宿的营房有暖气，有热食，巡逻哨点呢，还有无人机送餐点。相比之下，印度军队就很惨了，是就没有热食，吃干粮，也没有暖气，所以现在干脆两国既然不想打仗嘛，那就装点监视器就好了嘛。所以这也就是把局面松缓下来。那印度现在被美国刷了2耳光，一个是超级关税50啊，另外呢，这个川普很羞辱，对不对？给除了高关税以外，还有那个农产品。是，那你农产品进去，莫迪就不要选了嘛。所以有一个叫做暂时性的双方的失控。那当然要跟中国拉手，表示撒娇的味道，就是说你美国不甩我，我还有中国的朋友。是，当然他也实际需要，像印度的那个最大的财团塔塔集团做的电动车，没有中国的稀土的电池，它电个屁啊！什么车也是开不出来。当然他也需要，所以但是整个来看，印度跟中国的资源呢，不构成真正很大的互补。是，所以这个交情我觉得也是短暂的。你像俄罗斯跟中国，它可以撑久，为什么？中国要能源，要天然气，俄国多的就是能源，多的是天然气。俄国需要的工业产品，中国大陆可以供应。所以我讲，双方有重大的经济来往，才会有更坚强的友谊。你要不信，等到川普哪天对印度关税恢复到20以下，对不对？然后在农产品不进去，美国也不在乎那个米的销路嘛，那印度马上又回去了。所以我跟你讲，这个国家是一个摇摆不定的国家。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我们请苑老师。那个李在明啊，反对啊，就是觉得禁止所有的那个反华言论啊。其实如果这个反华言论或反华行动是来自于这个医美啊磨这个韩国这些反华的话，那看看美国人最近对韩国人的态度啊，当成难看的要死。我跟你讲，那个现代的那个电池厂在盖到一半的时候啊，330人被抓成五花大绑啊，从来没有什么对待这个墨西哥人都没有这么残忍。韩国人其实都是感觉非常好。那另外讲到哈，我就顺势的讲一下哈，大家要了解的事情啊，我们这边是不准怀疑美国的，但是美国真的不能信赖啊。卡达被以色列打成这样，你知道什么叫卡达？卡达的首都叫多哈。他们有4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全国人上下拍美国马屁啊，送川普一架大飞机啊，那不得了，对不对？第二件事情的话，人家刚办完世界杯啊，融入西方价值，对不对？这次重要。然后第3件事情的话呢，人家长期来讲一直想要扮演中东的新加坡啊，游刃有余，对不对？然后第4点的话，完全武器系统全部是美国的，这个没话讲。最大的美国在中东最大军事叫苏戴德吧，乌戴德就是卡达，就是在这个多哈旁边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以色列要干就干，马上就是美国的飞机啊，我跟你讲啊，卡达买的美国飞机是起不来的，爱国者飞弹也是没有用的啊，所以大家要搞清楚啊，你到时候你不投降的话呢，你那个飞弹都是发不出去的。因为美国自己要评估形势，但是人家以色列的话呢，说过来就过来。以色列在发动攻击的时候那个美国已经表明了，有3件事情让卡达真的心寒的到极点。首先，第一件事情，美国事先知道，那这个很难过。我刚刚前面讲了一大堆那个大家知道这个，因为卡达一直以为自己很特别，大家知道中东国家、阿拉伯国家有个半岛电台就是卡达的。对。第二件事情的话，美国从头到尾只有卡达表示。我们还是相信美国的，认怂了嘛？没有出息，我跟你讲，你什么中东，你除了戴太阳眼镜开法拉利了，会什么东西真的是不要脸，简直没有出息到极点了。你自己的兄弟都快被灭亡了，除了钱多没什么用。对啊，然后第3点的话，人家以色列从头到尾就没有说过任何一件他妈表示 I'm sorry 的话，一点都没有，完全没有。那这个说明什么？这个说明以色列要打就打，现在那个沙特不敢讲话那约旦跟埃及早就被打趴了。整个中东地区就没有人敢面对的，包括伊朗在内。那现在这种情况下来讲的话，为什么以色列敢这么嚣张？就是美国你相信美国，美国的结果到时候美国有选择的。以色列跟美国是有伦常关系不过谁是爹谁是儿子，你得好好想一下，对不对？那以色列现在表现的一个态度的话，让阿拉伯国家当然他们很无奈，你知道吗？他们很弱，他们没有石油，没有天然气，他们根本跟印度都差不多，我告诉你。所以说只好没办法，只好认怂。但是他们心里知道，国际正义、维持世界和平、珍爱世界和平的国家只有一个，就是中国。所以说，在利用联合国这个机会表达，我认为卡达逼到最后，如果再来一次的话呢，飞机起不来的话，他们一定要考虑到那个93阅兵里面的那个项目要选几样。你要再这样搞下去了还得了？那以色列的情况越来越大，以色列跟阿拉伯人是绝不客气的。那你要了解到这种情况下的话，那就是另外的话呢，因为美国现在的数值就是越来越低。那个参议员讲说电磁武器把印度人融化了，那融化也有个名字吧？你该有个烈士吧？对不对？把狼牙棒讲成这个把狼牙棒讲成这个电磁武器我觉得有点奇怪。我们这边就是不能够，美国是不能怀疑中国很厉害我们这边是不能够怀疑美国不厉害就出现这种结果。好，我们请大钟老师。对，我也讲一下卡达，因为9月9号这以色列的这个空袭行动，如果按照目前媒体报道跟美国官方的讲法起来是，其实美国收到讯息时间很短，就是这有点是以色列刻意的，但是真正的状况如何，其实外界是不得而知。那还有的确很特别因为为什么卡达跟埃及在过去这么久时间里面一直担任以色列跟这个哈马斯的调停者，代表说卡达跟哈马斯关系是密切的，是不错的。但是国际间、国际社会，你很少看到冲突双方之一用武力去攻击第三方的调停者，那这次是非常非常罕见的例外。那还有一个地方就是美国的反应因为美国到底知情的程度多高，还在多久之前拿到这个攻击消息，目前真的只有内部人才知道。但我们不要忘记，美国跟卡达关系真的是很密切。包括刚才呢苑老师所讲，大家也不要忘记，今年
川普2.0，他第一次出访的国家是中东，我记得是5、6月的时候，沙特阿拉伯、卡达、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当时美国跟卡达签的是1.3兆美金的这个经济投资的合作方案，还有卡达非常大方说要给美国这个总统专机啊要赠送，当时美国里面还闹得很大。对。但这些都油盐在耳，可是他说攻击就攻击，以色列根本没有在意啊。卡达是美国非常重要的盟友。但个最新的消息是，川普也安抚了卡达了。好，昨天应该是12号的晚上，在纽约，他邀请的是卡达的领导者总理到纽约一个晚宴，其实就是一个安抚的手段。是，那卡达还是去不去？卡达还是去了。那卡达虽然是抗议了老半天啊，但是我老实说，这样的抗议其实在联合国安理会里面能够处理的是非常非常的有限。好，基本上当卡达愿意去接受川普晚宴的时候，你可以代表，其基本上卡达的政策大方向是没有改变，抗议归抗议，该有的这个途径都走了，但是可能没有办法改变太多。好，那还有一个地方是这个。根据媒体报道，这个真假程度可能要再判断一下。他说，以色列在执行这次卡达攻击，这个哈马斯，因为哈马斯是这个在卡达是很重要的一个存在啦。当时以色列的内阁有不同意见啊，莫萨德以色列情报部门的建议是说，他不想使用的是地面的攻击，这种地面传统的手段。那最后这个内塔雅胡才决定说采用的空袭作为手段，但这个攻击其实在以色列内部可能也不是没有反作用力的，是也会有很多种各式各样不同的声音啊，所以这是卡达的事件。那这个印度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关系啊，我觉得我还是讲一下，目前来看其实是有缓解的明显的征兆。对，好，从2018刚讲到边界争议是最高峰在2020，好，但是因为川普的政策，所以让这个莫迪让印度又回到非常非常传统的非常传统的，就是要走一个比较灵活的路线啊，这是最符合印度的战略利益。好，我们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继续聊。